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前世渣男秦少谦霸占我家产，逼死我父母，还把我卖到边远山区，被山里的男人折磨屈辱致死。我死后才发现，原来都是她跟闺蜜的阴谋。重来一世，我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本频道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，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，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老师，你长得这么丑，你男朋友是怎么看上你的呀？李子浩不怀好意地看着我笑。我重生到了给男友弟弟上课第一天，我看着眼前这个说着恶毒话的男孩，心里迸发出了无限恨意。李子浩是我男朋友的亲弟弟，李子浩早知道我是他哥哥的女朋友，觉得我配不上他哥，故意说我丑来恶心我。这一家人还真是恶心啊！我眼里满是冷光，刚去了厕所没漱口吧，真臭。我说着还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。你敢骂我，我要去告诉我哥。李子浩整张脸被气得涨红，用手指着我。我看着他指着我，莫名很不爽，直接用力把他的手打开了。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牙上有菜。说完我笑了笑，直接离开了房间。秦少谦见我面无表情地出来，他的弟弟在房间大吵大闹，拉住了我的手，似是想询问些什么。我直接甩开了他的手，转身就离开了家。这破班谁爱上谁上，这小破孩谁爱教谁教。前世我被男友骗来给他弟弟当家教，说是他亲戚家的弟弟，他只好拒绝。我也不忍将男友置于两难的境地，就答应了。可给他补课那么久，我怎么一分钱没见到？想到这，我又转了个弯回到了家门口。我说，你干什么非要惹他？他这样走了，我上哪去给你找一个高学历的免费家教？我听到这握紧了拳头，感情这是拿我当免费怨种劳动力了。我之前真瞎了眼，不知道为什么会看上这么个没钱没学历的男人。老爸老妈怎么劝我，我都跟着了模式的。我一脚油门驱车驶离了这个地方。我进了家门，从小照顾我的安姨马上就看到了我。哎呀，夫人先生，小姐回来了！安姨大喊，叫老爸老妈过来看，边忙给我拿拖鞋。听到这话，老爸老妈先是愣了一下，立马回头。老妈一看到我，赶紧小跑了过来。老爸呆在原地，老爸老妈一直看秦少谦不顺眼，认为他不思进取，油嘴滑舌。可我却爱他，爱得疯狂。在爸妈当面将秦少谦数落了一番之后，我气愤地拉着秦少谦离开了家，并放话说，如果他们一直不接受秦少谦，我就一辈子不回家了。而我的父母前世却因为我的恋爱脑都没落得个好下场。爸爸被人陷害落寞跳楼惨死，妈妈受不了丈夫女儿的接连去世，疯了。回忆到这，我低了低头，眼眶红了一圈，因为在争吵之后，我已经半年没回过家了呀。囡啊，你怎么不声不响的就回来了？妈妈看着我，眼眶里满是泪水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流泪，用手摸了摸妈妈的脸，似是在感受此时的真实。老爸还坐在沙发上没有动。哟，那时候不是爱得要死要活的吗？怎么受欺负了，知道回家了？老妈用手示意他别这样说话，又转头看着我。你爸就是这个样子，嘴硬得很，其实不知道多关心你，天天睡觉前就在那里说想你嘞。老爸一听，立马转过身来，对老妈吹胡子瞪眼。你别在这乱说，回来了就好好待在家里，早就跟你说过的了。那男的不好，你非得喜欢他。我看着不停嘴的说教我的老爸，顿时忍不住了，伸手就抱住了他，
埋在他肩膀里，痛哭了一场。一听到我哭，老爸红了眼睛，手轻轻地顺着我的后背安抚我。老妈和安姨在一边小声地抽泣：“小姐都饿坏了吧？快，夫人先生，快去吃饭吧。”安姨擦了擦眼泪，忙招呼我们去吃饭了。饭桌上，一家人聊着天，其乐融融。幸好我有再来一次的机会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让老爸老妈受苦了。桌下，我握紧了拳头。秦少谦、刘家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之后的几天，中间秦少谦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，我全都挂断。我开启了不停逛街买模式。一想到之前我跟他出去住的时候，我赌气不愿意再用我爸的副卡，又想尽办法帮秦少谦省钱。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吃饭，其他全部拿去补贴秦少谦。哼，他怕是拿我的钱去补贴刘家了吧？一想到之前我的那些恋爱脑行为，我就作呕。这人狠起来自己都恶心。我正逛着开心呢，手机里突然接收到刘家的来电：“你们终于按捺不住了吗？涵涵，你在哪呢？”我听着刘家那假模假式的关心反问，却还是装作无事发生的回复他：“啊，我在逛街呢，给我打电话怎么了？”我想一定是秦少谦那个孬种想求原谅，奈何我一直不接他的电话，他联系不上我，也不敢来我家找我，怕我爸打他，只好求助刘家。真孬啊！我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？不会被下降头了吧？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你在哪？我来找你吧，咱们见面聊。好，我挂断了电话。我倒要看看你们两个怎么合起伙来骗我的。我坐在咖啡店里，手里拿着搅拌棒，缓缓地搅拌着散发出浓郁飘香的澳白。我正出神想些什么，嘿，涵涵，我来了。一个穿着淡黄色的连衣裙的女孩坐到了我的对面，她手里迪奥是今年的夏季新款。她哪里来的钱呢？一个疑问涌上了我的心头。刘家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也是我在大学最好的朋友。毕业之后，我们也一直玩得很好，没有断了联系。他家境一般，父母都只是普通的小员工，他在自己也只是在一个小公司做职员，解决吃住温饱没有问题。但是刘家想要过上奢侈的生活是万万不可能的。我对朋友挺大方的，有时看到他陪我逛街时很喜欢的包包，也会直接给他拿下。因此他少有的几件奢侈品包包和衣服都是我送给他的礼物，但他今天穿的这一身可没有一件是我送给他的呀。我心里大概有了猜测。哎，佳佳，你这包包是迪奥夏季新款吧？你终于舍得给自己花钱了。是的，他每次跟我逛街都不花钱的，都是我付款。哇，这款包包也太好看了吧，我好喜欢啊，但它太贵了，喜欢就拿下，自己赚钱就是给自己花的呀，不然你赚钱干嘛？每当这个时候，他就皱着眉头摇摇头，似是让自己放弃什么割舍不掉的珍惜一样。算了算了，我舍不得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这个怨种就会理所当然地看不下去，直接掏钱给他买单送给他。我真想穿回去给自己2巴掌。我是 ATM 吗？难道？场景转回来，我看到刘家脸上藏不住的得意与害羞，我心里立马有了猜测。不是啦，是我男朋友给我买的，他对我可好了啊！是，他对你好，他拿我钱对你好，我就是你俩的提款机。尽管我心里对他俩的白眼反上天了，面上依旧不显。我装作很好奇地问：“你交男朋友了呀？他咋样？我认识吗？”刘家眼里闪过一丝心虚：“你不认识了，是我在工作上遇上的一个客户，他对我很大方，又对我很好。”刘家说着说着，脸上害羞的神情，饶是他厚重的粉底也挡不住。走吧，
我们去逛街吧。刘佳挽着我的手走向奢侈品专柜。哟，这是那我当冤大头当习惯了，还以为我会给你买单呢。话说你和秦少谦怎么了？他说你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的，你俩吵架了。刘佳小心翼翼地询问我，我想了想，随意找了个借口敷衍他，没有，就是他那个弟弟太烦了，我不想交了，这几天也不想理他。你怎么跟他联系了？你不是一向很讨厌他的吗？我拿起一个包包，在身上试了试，装作不经意地回头问他。刘佳赶忙回答，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是他不知道从哪要到了我的联系方式，跟我说你不接他电话，也不回他信息，问我知不知道你在干嘛。刘佳眼睛心虚的到处乱飞，似是怕我不相信，又补充了一句，我当然是说不知道嘛，我还把他骂了一顿呢，就他这撒谎技术还真是烂了。我转过头，接着拿过另一个包包上身时，心底冷笑了下，我又没说什么，你激动什么？刘佳顿时尴尬覆满整脸，没有再说话了。下一秒，他的目光被一只新款夺去了，让柜姐帮他取下来。他拿到手里，马上就上身试了。我站在他旁边看着他，韩寒，这个怎么样？是不是很适合我？我看着他一身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，牵着我的手看，不对，跑题了。搭上这么一只墨绿色的羊皮包，看着像白菜炒葱段，真是俗不可耐，挺好看的。我鼓励着他，韩寒，我好喜欢这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刘佳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，我直接免疫，挺好看的，喜欢就拿呗，你喜欢就喜欢啊，干嘛问我？又不是我付钱。靠北啦，这人真的很奇怪哎。我很快买了我刚试了的2只包包，请问您怎么付？柜姐礼貌地问着刘佳。此时刘佳的表情有些茫然，呆滞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在问什么情况？你没帮我买单？我当作没看到，站在旁边假装在玩手机。小姐，请问您怎么付款？柜姐又问了一遍。要不是场景不合适，我能直接笑出声来。当时也场景，要是我能抠出一幢梦幻城堡。不用了，我不想要了。刘佳咬牙切齿地说。话末，刘佳狠毒看了我一眼，我假装没看到，出去了。你怎么又不要了？这包你不是挺喜欢的吗？我出去后假装不解地问刘佳，没事，突然觉得它不好看，不太好配衣服，就不想要了。我耸了耸肩，出了商场就回家了。我躺在床上，灵光一闪，缓缓坐起，望着窗外那皎洁的月光，世界仿佛安静了。站起来，缓缓地来回走着，窗外突然风铃被吹起，响起一阵悦耳的铃声。我坐定了。下午3点，我从家里出发了。这个点，秦少谦去上班了，他侄子则被他的妈妈和他妹妹带去附近的公园玩了，和他们住一起半年之久。我早就摸清了他们的生活作息。我进了秦少谦家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哦不，准确来说，那是我的家，是我爸爸在我18岁生日送给我的成人礼物。我离家出走后，带着秦少谦住进了这里。后来秦少谦他妈妈和他妹妹来城里没地方住，又求我让他们暂住在我家一段时间，结果他们就一直在这住了半年，还把房子主人的我使唤得团团转。也是怪我当初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恋爱脑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像是被什么给控制了一样。顶级恋爱脑也不过如此。我现在看着家里的每个角落，各处都充斥令我恶心的味道。我不想这些恶心的味道沾染到了我的东西。我是来收拾东西的，顺便来弄点好玩的。没过多久，我就收拾完了。我的东西不多，在一起之后，我很少给自己买东西，为了省钱补贴家用。我在卧室环视着，
看着飘窗上那对熊，犹豫了会，还是把它带走了。待了没多久，我便离开了，将我的东西全部打包走了，什么都没留下，除了它。没过多久，他妈妈、妹妹和侄子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说那死女人走之后，都没人洗衣服做饭了。秦月回到家，直接往沙发上一躺，按摩着自己的大腿。我说也是，不知道少谦怎么想的，到现在还没把那死女人哄回来。我说妈，不然你再去跟哥说说，总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我家好好的学习还得他教呢。刘芬兰想了想，倒也是这么个情况，也点了点头。我坐在床上，看着刘芬兰和秦月在那不要脸的畅想我被哄回去他们的美好生活。他们一家人还真是不要脸，各有各的花样。儿子吃软饭还出轨，妈妈妹妹贪婪无耻之尤。我真想一口唾沫啐他们脸上，教他们怎么支持。过了几天，我照常看着他们一家人的生活，没想到竟让我有意外收获。老公他妈和他妹又领着他侄子出去玩了。我看着秦少谦和刘家刚进门就亲在了一起，干柴烈火呀，火烧得旺旺的，我头上的帽子也绿绿的。我关上了电脑，在他们酒足饭饱之后，刘家靠在秦少谦肩上休息。我寻思着，这么累吗？我记得他也不行啊。老公，你说钟涵对你的态度怎么突然就变了？刘家皱着眉抬头看向秦少谦，秦少谦搂着刘家吐了口烟。我也不知道，他这么久都没接我电话了，真是奇怪。秦少谦很是不解，又猛吸了一口烟。我沉思，我突然间不爱他了，是什么很难以理解的事儿吗？为什么他们俩会说这样的话？难道只是因为我恋爱脑吗？突然间，刘家说的话让我惊出一身冷汗。难道是那个扶不起作用了吗？刘家和秦少谦脸色一白，俩人不约而同地往飘窗上看了一眼，怎么不见了？刘家惊呼：福？什么福？突然想起结婚的时候，秦少谦找我要了我的八字，说要算好日子结婚。他们果真给我下降头了，我懵了。过会我又缓过来了，也是，如果没被下降头，我一个华清大学毕业，家境殷实，长相中上的女设计师，怎么会奋不顾身地爱上一个大腹便便、家庭又不好的大专生呢？这里没有歧视大专生的意思，只是此处剧情需要，如有冒犯，敬请见谅。想到这，我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。不过很快我就保持了冷静。我在家里翻找着，没有，都没有。怎么会？我翻遍了秦少谦送给我的所有东西，都没有。突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样东西，那对熊。那对熊是一对压床娃娃，是我和秦少谦在结婚时刘家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。我记得那熊好像是被我丢进了杂货间，我匆忙冲进杂货间，找到了那对熊，用剪刀剪开了它们。果然，我在里面看到了一张红纸，一张符，还有2根长头发。那张红纸上写的是我和秦少谦的八字，2根长头发是我的。我眼眶酸涩，用手指一擦，竟也有些咸咸的泪水，可也仅仅只是酸涩罢了。心中仿佛缺了一块，痛也痛不起来，茫然也没有实感。我痛的不是秦少谦，而是刘家。待我重生回来，我便知道了，我不爱秦少谦。可刘家是我从大学时就掏出心肝相对的好朋友。当时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被分到了同一个宿舍。大一的时候，我们宿舍4个人关系都不错，相处得很融洽。到了大2，突然就变了，另外2个人开始疏远我，但我也并不在意，因为在我看来，有玩得来的朋友固然不错，但没有的话也没关系，自己独处其实也挺好的。
于是那段时间我依旧自己干着我自己的事情，并没有被他们的疏远而内耗。只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也开始疏远刘家。我有次去打水，突然听到隔壁有人在聊天。我说那个钟涵也太装了吧，至于吗？装得那么清高，难道是他的金主爸爸喜欢他这样？可能是喜欢反差感吧，在床上指不定怎么骚呢。两人捂嘴嗤笑。还有那个刘家也太寒酸了吧，天哪，他那衣服都起球了，他还跟宝贝似的呢。就是每次说出去玩，他都不去，说要复习，真是显着他爱学习了。就是两人撇嘴齐翻白眼，但我也没冲出去跟他们理论，毕竟背后议论你的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嫉妒你的女人，另一种就是不如你的男人。我根本没把他们当回事。你们不可以这样造谣钟涵，这样不对。突然一道声音突兀地插进了两人不太小声的窃窃私语中。关你屁事啊，穷鬼！你这么维护他，是想做他的狗吗？也对，穷鬼好好巴结他，说不定他就给你介绍个大老板，以后衣食无忧了。两人面露不屑嗤笑。是吗？我推开门走出去，看着他们。那你们赶紧好好讨好我，说不定你爸爸以后讨好的金主爸爸是我。说罢，拉着刘家走出了厕所。此后我们两个大学的时候形影不离。因着他家里比较贫困，每次我有的东西大多数都会给他带一份。大学毕业后，他说想要和我永远不分开，于是我二话不说就把他安排进了我爸的公司。我们也曾相约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，可如今却是黄粱一梦。我坐在地上嗤笑着，嘲笑着我对友情的一味付出，却不想刘家是个没心肝的。既然如此，也不要怪我心狠了。我联系了一个私家侦探，让他帮我暗地里收集齐全秦少谦出轨的证据。离婚是必须的，不仅是离婚，我一定要让他净身出户，还要把他给刘家花的钱都给我吐出来。我自己主动回家了，回了那个我和秦少谦的家。吧嗒，门锁开了。秦月和刘芬兰以为是秦少谦回来了，起身正准备跟他说要他赶紧把我哄回来的大事。我提着个小行李箱站在门口。哟，还知道回来呀？不知道的以为你出去外面找男人不回来了呢。秦月双手环抱，瞥眼轻哼，看到是我，两人又坐回沙发。既然回来了，那就快去做饭。少谦快回来了，你要他饿着等你做饭吗？刘芬兰斜眼不屑地看着我，似是早就知道我会上赶着回来伺候他们。砰！我把包摔在桌子上。我去你的！老娘这几天不在，你们饿了光吃排泄物了吧？我一回来就叫我做饭，使唤我使唤惯了，还真当自己是碟子菜呀！我直接是一整个激情开骂，真是憋死我了，骂出来爽翻了。看着他们惊愕的眼神，我继续输出，让我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当我保姆呢？住着我的房子，谁给你们的胆子使唤我？知不知道这是婚前财产？只要我想，我可以直接让你们都给我滚蛋啊！什么你的？你嫁过来了，全都是我们秦家的，还一套房呢。以后你家公司都是秦家的。刘芬兰直接狠狠扯了下我，这老婆子力气可真大呀，扯得我都没站稳，娘呛了下才站稳。秦少谦想霸占我爸的公司，在我重生之后，我就看得一清二楚，因为他开的公司和我们家做的是同一种业务，而且之前他总是明里暗里问我一些我们家项目的事情。那时候的我爱他爱得疯狂，自然是他问我什么我都跟他说，那没脑子的模样跟某庆简直就是不相上下。现在想想，我爸那时候说的是对的，他真的狼子野心。秦月手对了对刘芬兰，低语：妈，哥不让你乱说。刘芬兰噤声：
涵涵，你回来啦！秦少谦一开门就看到我，惊讶地说：“我直接一个先声夺人，老公，我身体不是妈，偏要让我做饭。我说让我休息一下，可妈扯着我说我生是你家的人，死是你家的鬼，嫁过来就是伺候她的，让我安分点，否则等你继承了公司，她让你一脚把我踹了。”我手捏着秦少谦的衣袖，给他看我刚被刘芬兰扯红了的手腕，声泪俱下，就像是哭哭啼啼地跟他告状，求他给我公平。秦少谦看我这样，极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，也是高材生美女千金，竟哭哭啼啼的让他公平，这换谁不迷糊啊？秦少谦一听到后半句，冷眼扫过刘芬兰，果然男人只要涉及到他的利益，是亲人也不顾了。刘芬兰和秦月在旁边看着傻眼了。少谦，你可不能信他呀！刘芬兰忙解释道：“对呀，哥，是他自己胡编乱造。之前我在家里怎样被他妈和他妹怎么使唤的，他一清二楚。”秦少谦拉着我进房间了。我靠，你可别乱来呀！我慌乱了。我一进房间就坐在床上抽泣。宝宝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会让浩浩说那些话了。没有第一时间维护你是我的不对，宝宝不要离开我好吗？我下次再也不会了。切，渣男都是用这套的吗？妈，他刚刚也不是故意的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他说话你别当真好吗？他一个农村老太太，什么也不懂的，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好不好？秦少谦蹲在我跟前，用手擦我流下的泪水。我用手不经意间拂开了。我靠，太恶心了，别碰我呀！我内心嫌弃。没事的，少谦，我理解的。我手轻轻摸了摸肚子，可是我现在已经有了。医生说怀孕的时候情绪起伏不要太大。秦少谦目光看向我的肚子，惊喜地问：真的吗？涵涵，你怀孕了，我们终于要有自己的宝宝了。秦少谦喜不自胜。我从包里拿出 B 超单子给他看，秦少谦高兴地抱着我亲了又亲。我笑了，我装的。我推开他，跑去厕所吐了。少谦，我刚怀上，孕吐好严重。我用纸巾擦嘴，难受地看着他，受不了了，他要再亲我，真要吐了。什么？你怀孕了？秦月震惊地看着我。刘芬兰、秦月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便不再说话了。宝宝，你先回房间休息吧，别累着了。秦少谦小心翼翼把我扶进房间休息，关上门出去了。我蹑手蹑脚地靠近门边，听到三人在小声低语：妈，你怎么说话没个把门的？之前我就反复跟你说别在他面前说这种话，你怎么就听不懂呢？秦少谦有些责怪：妈就是嘴快了，但你是没见到你没回来的时候，那贱人那个嚣张的样子，说这是他家啊，可以让我们随时滚蛋呢。你可不能有了媳妇忘了娘啊，我跟你说。刘芬兰说着就要哭出来。就是哥，他刚刚可嚣张了，你可不能因为他现在怀了孕就放纵他，不然他以后尾巴还不是要翘到天上去，到时候都能骑到妈头上去了。秦月捅了捅刘芬兰，两人立马连成一气。就是，知道了。秦少谦不耐烦的敷衍，也没当回事，毕竟他妈和他妹总是欺负我，他也知道，只是他觉得他一个大男人不愿掺和到这些婆娘的家长里短中来。他现在毕竟怀了我的孩子，别太过分了。刘芬兰和秦月相视一笑，点了点头。这生出来的孩子没屁眼的畜生东西，真是从里到外都烂透了。看来我得给他们下剂猛药了。之后的几天，刘芬兰和秦月俩母女不停地使唤我做这做那，我没拒绝，他们以为我乖顺了，他们又能像以前那样把我当丫鬟一样使唤了，因此他们俩也放下了对我的戒备。当然，我这段时间的活
也没白干。他们嫌弃外面天热，还是叫我去买菜做饭。可能是福的原因，我以前去外面从来不跟邻居讲话，别人搭话我也不怎么回应，因此小区里也说我不近人情。现在我在买菜或者回去的路上，总是跟那些阿姨大爷唠家常。嘎，你怀孕嘞？你老公还叫你出来买菜做饭的，他放心的哇。那些阿姨每次看我一个人出来买东西，提一大袋东西，又没人陪着，总是要问的。我老公很忙的，婆婆和妹妹在家里看电视，没人照顾的，我总要做饭的呀。婆婆说，儿媳妇娶回来就是伺候一家人的嘛。每次阿姨们问到，我都摸着肚子平静地说道：哎呦，他们一家人怎么是这样的呗？小姑娘，不是我说的，用网上的话说，你就是被那什么。哎呦，我这个脑筋是破。哦对，就是破。小姑娘，你不能那么傻的呀，你是嫁给他又不是卖给他的，做什么你嫁过去就要伺候一大家子呀？阿姨握着我的手，不停地叫我想清楚。我反握住阿姨的手，感激地点了点头。吃完午饭，我按他们的要求洗干净碗筷后，准备回房间睡觉。那个谁，去门口把我的快递拿一下。秦月理所当然地使唤我，我拧着眉看向他。好，正愁没机会呢。于是我一个怀孕的人，在大热天被他们使唤去小区门口拿快递。我到了驿站以后，即使想到他的快递不少，但我也没想到要用2辆推车才能装下。你小子是只八爪鱼吧？有这么多手，买这么多东西。小钟啊，你也来拿快递呀？是啊，我家楼上的一个顾叔叔跟我搭话，他儿子是个警官。这段时间我跟小区里的大爷大妈都处得不错，他们见我劳累，总是会自然地接过我手边的东西，帮我送到家门口。我心里是很感激的，但也有些愧疚。顾叔叔一边数落我识人不清，又一边帮我拉着这2大推车的快递。突然我的脚突然被一个东西缠住了，我摔了。顾叔叔见我摔倒，手忙脚乱，我强忍痛意，转过头就看到李子浩幸灾乐祸在那捂着嘴笑。旁边阿姨看这里这么热闹，忙凑过来，一看是我，都着急忙慌了起来。你这个小朋友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能故意拿绳子去绊人家呀？说罢，突然秦月、刘芬兰2人跑过来了。你个死老婆子，怎么回事啊？谁让你对我孙子动手动脚的？冻坏了你3两重的骨头，赔得起吗？刘芬兰看到有人扯着他孙子，顿时红了眼，也不管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。这不是小钟的婆婆吗？这一家人真是黑心干忧。你儿媳妇被你乖孙子弄流产了。刘芬兰错愕，缓缓转头看向了倒在地上痛苦的无法呼吸的我。此时我已经被顾叔叔和赶来的医护人员上了救护车，顿时周围就都散了，只剩刘芬兰和秦月呆呆地站在原地。是的，我真的怀孕了，在我回到爸妈家的第1天查出来的，但我没想要。我刚做完手术，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听到门外的窃窃私语。完了，孩子没了，想靠着这个孩子要公司的，现在怎么办？我刚小产，苍白着脸，听这话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。秦少谦，你小子真不是人啊！秦少谦推门进来了，假意关心，宝宝别伤心，孩子以后我们还会有的。恶心难给解死，谁愿意和你有孩子？我心里这样想，面上却还是十分伤心。我们的孩子没了。说罢，我掩面哭了起来，没再管那仨王八蛋说了些什么，都怪他儿子，都怪他，我的孩子。我指着秦月和刘芬兰2母女，憎恨地看着他们2个，转头对秦少谦说：秦少谦，都是他们2个管教不严。
如果这次没有人付出代价，你别想我再去我爸那里说你的好话。我们到此结束。”秦少谦一听，马上慌了：“宝宝，你别生气，你刚流产，情绪别太大起伏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你满意。”果然，对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来说，什么亲人，什么爱人，只要有利益，什么都可以抛弃。你个贱妇，你不就是流了个产吗？凭什么我们还要付出代价？9年教育还是把一些人给漏了。这种话都能被说出口，你妈生你的时候没给你生脑子吧？我转过头看着秦少谦，他马上会意，拉着他妈和他妹妹走了。后来的几天，没有糟心的人来打扰我养病，我过得极其舒心。我爸妈每天换招法儿的给我做好吃的。秦少谦直接推门进来，看到我爸妈正坐在里面陪我，顿时傻了。没教养的东西！我心里暗道：你还来干嘛？我女儿以后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滚吧！我爸十分生气，冷着脸让他马上走。我妈也面无表情地掖了掖我的被子，让我休息。秦少谦见状求助我，我低着头假装没看到。我妈进警局了啊！你小子这么狠的！小浩他在学校霸凌同学，把人家的一只眼睛弄瞎了，天生坏种，这很难评。秦少谦看我没反应，继续说道：我妈已经付出了代价了，你原谅我们吧。说完这句话，他放下离婚协议书，低着头走了。他后悔了吗？他也会伤心吗？那最好了，不然我经历的一切谁来偿还？我倒是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不过也好，人各有命，种下什么样的因，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。之前那样溺爱小孩子，那小孩子无法承担的，自然是要大人担下一切。刘家来了，涵涵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听说你住院了，简直是要急死我了。她面露担忧，不似作假。我看着相交多年、用心对待的闺蜜刘佳对我嘘寒问暖的样子，我似乎又回到了大学的时候。我扯出一丝微笑，抓住她的手：佳佳，我爸他刚刚紧急出差去了，项目的计划书忘记拿了，很重要，关系我家后半年的生意。我现在也没有别的信任的人了，你去帮我拿一下好吗？我满眼真诚地看着他。好，我马上去。他抓起包包就走了，什么也没说。几天之后，公司传来了项目竞标失败的消息，原因竟是对家以比我们高1个点的价格压过了我们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心寒了，果然如此，真是狼心狗肺呀！这么多年的真心都喂狗了。这件事是时候该结束了，我没时间再陪他们玩了。我打了个电话，证据放出来吧，该结束了。秦少谦、刘佳和秦月都被抓了。李子浩霸凌事件出了之后，秦少谦在家里跟他妹和他妈大吵了一架，我在家里装的微型摄像头录到了全部。我早就说了，你们这样一直惯着他，他迟早会废掉。他现在把韩寒搞流产了，又霸凌别人，把人家搞瞎了。要我说，当时就不应该把他弄过来。你看他把我们一家人给弄的。秦少谦向他妈和他妹不停抱怨，那怎么办？我又不能生，要让我家那口子知道了，那不更得打我了？你就忍心让你妹妹受苦是吧？秦月见他哥沉默着，低头吸了口烟不说话。妈，你看他只顾着自己，根本不管他亲妹和亲妈。好了好了，当时这件事3个人都是同意了的，都有份，谁都逃不掉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李子浩不会是他们家偷来的吧？我心下一惊，马上找了个私家侦探帮我查一下，结果竟是真的。李子浩正是他们一家人从外地拐过来的。这一家人还真是坏的一致啊！刘佳是在公司被抓的，
那时他刚收到了对家公司汇给他的100万，正满心欢喜筹划着该去哪里旅游呢。一群警官闯入，最终刘家以盗窃商业机密被处2年有期徒刑。秦少谦和秦月以拐卖儿童被捕，处以4年有期徒刑。李子浩因为没成年且无监护人，被送去孤儿院，但愿他在那能老实点。后来我去监狱看了一次刘家，他低着头坐着，我盯着他看许久。我开口问为什么，刘家终于抬头了。刘家轻笑了一声，没有为什么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还要背叛我？我死盯着他，似要把他看穿了。好，你对我的好就像对路边捡到的狗一样，你每次给我的包，送我的衣服，给我的职位，我都觉得是在接受你的施舍。凭什么你生来就什么都有，我就得要靠你的施舍才能把日子过得好点儿？我就是看不惯你那副高高在上施舍别人的样子。刘家恶狠狠地朝我低吼，我一下就释然了，并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换真心。我盯着他看了大概半分钟，我没再多说一句话，提起包走了。我从监狱出来时，抬头望向天空，挽着爸妈的手回家了。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，都结束了，重来一世，我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